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元。现在我们讲另外一个新的骑兵统帅，是野张统帅，叫江干战。哇，他的名字真的好难念啊，我们就叫他韩国骑兵统帅吧。真的是不记得他的名字啊，好难记啊。他是骑兵通用连击，那他的技能是单体，其实这个我也不感到意外，因为之前亚瑟他是有 AOE 了，阿卡琉斯也是有 AOE 了，并且我在我自己的 DC 其实有做过预料了。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当时候讲什么东西啦，这个是11月6号的时候我就已经讲了，我讲新的骑兵有可能是单体，预感到，而且强度一般，因为是韩国统帅。因为在万国觉醒里面，一般韩国统帅的强度都不算特别高啦，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。那首先他是单体统帅，怒气需求需要1000点，对目标造成2次连击伤害，伤害系数1400，也就是2800的伤害啦。OK， 这边要稍微讲一下，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呢，他这个2800的单体伤害呢，其实不算很高了。以目前来说，因为你们看啊，像亚瑟他这种有 AOE 的统帅，他的伤害都已经到2800了，虽然是说它有低减啊，但是它的伤害都已经可以到达那个程度了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如果官方他们真的想要去拯救单体统帅啊，要让单体统帅有出路，有玩家想要去培养单体统帅，要么就是他的那个技能真的设计得很好，有很多 buff， 有很多 debuff， 或者是他那个爆发要真的很高。不过我们再继续看他其他的技能先，并且在接下来5秒内，使之神部队获得落星祝福效果。它的落星祝福效果就包括骑兵的生命值提升5%，骑兵单位防御力提升5%，落星带的治疗效果提升100%，这个是他的第3技能来的。那我们也是顺便去看一下他的第3技能，要野战的时候哦，而且是要自己造成普通攻击伤害提升15%，他这个普通攻击伤害连击伤害也是可以提升的。造成连击伤害时，治疗恢复大量轻伤部队，治疗量相当于10%，该次连击伤害离开主城之后，受该技能效果治疗恢复的轻伤单位将无法再次被治疗，并不会转化为重伤单位，只会转化为轻伤单位。哦，还有这样子的东西啊。像一般我们能够治疗的统帅，他都是会一直不断的去帮你治疗你的轻伤部队。像他的话，这边就有限制到哦，已经治疗过的部队就不能再被治疗，就是说你们会看到那个报告轻伤的部队会比较多一点啊。我觉得这一点他设计出来，可能是之前有玩家反映说，那个统帅一直去治疗自己的部队，就变成自己的重伤有很多，医院那个容量塞得很满，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所以他们才设计了这样子的技能，但是也就只有野战可以使用啦。但是他这里的提升不算太多，而且是要接下来5秒内才会获得这个效果，而且是要他自己去触发才行哦，而且他没有 CD 时间呢。那么就是说，假设说我并不是用我的主动技能，而是可能我其他的技能，就比方说像大卫士师，他有其他的技能会触发到连击伤害的时候，也是会直接治疗吗？那这样子看下来，他的治疗量其实是很可观的，只是他不能一直去重复治疗你原本的那些已经被治疗的部队而已，而且他这边会治疗效果提升100%哦。不过当然啦，他这边治疗呢是根据你们造成的连击伤害的10%来治疗的，而不是说治疗你轻伤的部队10%。你们要理解这一点，要搞清楚。在野外的时候，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10%，骑兵单位行军速度提升20%，防御力提升30%。那么他这个技能刚刚就已经有解释过了，就是那个治疗的效果。接下来第4个技能，进攻野战部队时造成连击伤害时，有30%的概率使命中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防御力降低40%，就有点类似像破防的效果了。但其实要造成连击伤害也蛮容易的，因为只要你搭配连击伤害统帅又的那个专属铭文军器的话，要触发的条件是很容易的。该效果可以在1秒内多次触发，而且还有这个东西啊，1秒内最多触发3次，冷却时间5秒哦。我觉得他这个冷却时间主要是担心，如果那些统帅就比方说像亚瑟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被触发，又有概率再次被触发的话，可能他这个伤害就没有办法停下来，他这个破防效果，所以他才限制你必须要有一个5秒的冷却时间。假设说是真的能够触发到的话，就是在一个回合里面触发最多3次嘛，
然后你的统帅再打出伤害的话，那对方是真的很痛了。那他的觉醒技能就是他的第一技能加强了2次连击伤害哦，他这边伤害就变成3000了。以目前来讲，应该算是伤害最高的统帅吧，以单体统帅来说。然后原本生命值跟防御力提升5%变成10%，他的治疗效果也是提升变成150%了。那我个人看下来，其实我对单体统帅并不是很看好，尤其是在现在新版的水晶科技里面，尽管它这边伤害是很高了，有3000了，但是我理想中目前应该要设计的单体统帅至少要有一个3200到3500左右的伤害。然后还有就是它那个提升啊，它这边是提升防御力耶，它不是提升攻击力耶。虽然它有一个普通攻击伤害提升啊，就连它的觉醒技能也是提升防御力跟生命值。至于它的第4技能还行吧，算是它这么多个技能里面比较 OK 的，只是有一个概率跟冷却时间而已。并且各位要看清楚哦，它这里是写命中的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，而不是说它攻击的目标。所以如果你们是搭配阿卡琉斯这样子的统帅有 AOE， 它打到的目标全部的防御力都会降低，所以基本上这位统帅他是没有什么爆发的，他主要的输出就是靠他的主动技能而已。所以给我选择的话，其实我个人还是会选择去投资阿卡琉斯啦。毕竟一个单体统帅跟一个圆形范围 AOE 统帅，相信各位应该也知道要怎么去选择了吧。最主要还是他的爆发太少了。那假设说你讲要搭配其他的连击统帅使用，其实也是可以。不过这个统帅设计成这样也算是我意料之内的事情啊，因为在昨天我就有做直播跟我的观众预告过了，他这个统帅呢，他要么就是真的设计到很强啦，有很多什么怒气恢复啊，有一些debuff啊，或者是很强力的 buff 之外呢，其他的统帅基本上没有什么看点了。他可能是为了要去弥补阿卡琉斯或者是像亚瑟他们这2个统帅就是纯输出，没有太多防御跟生命值提升而设计出来的。但如果是说你们现在是比较缺搭配啊，就很像现在你要弄成3个的骑兵连击伤害的部队的话，就可能需要用到江汉战，然后你们再搭配另外一个统帅，可能是贞德搭配亚瑟，或者是搭配大卫士师也可以，就变成2个连击伤害的部队了。然后就是用江汉战来搭配阿卡琉斯吧，弥补他没有 AOE 的问题啊。阿卡琉斯的话，它是圆形范围 AOE 啊，你要打中目标也比较简单一点，而且它的技能也是比较符合搭配阿卡琉斯，所以这个是我暂时的看法啦。不过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实测看它的效果如何。至于它的技能特效，各位可以看这个影片啊，它就是有驾着一个车吗，有点像工程车的样子往前冲刺，看起来是很帅啦，可是它就是单体统帅他这个技能也是有一点像李舜臣的样子啊，李舜臣是开一艘船嘛，他这个是那个轮车。OK， 至于各位在看了他的技能之后觉得怎么样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